这边刚开始呢，起步之前记得打方向灯，左右查看，向右查看，看完才可以走哦。这边进弯前呢，还要在左右查看600都32分哦。前轮呢跟管线呢保持20-30公分。后轮过线停下来就可以准备动作了。前面白色线不可以超过32分哦。左右查看，向右查看，来镜头看到车子跟管线有没有？有没有？好，来，我们的左后轮呢跟管线之间保持20-30公分哦，顺着管线走，管线出来回正，分开车的线走。好，方向灯跳跳辅导。好，推后到平行，回正停。这样子会没？会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教练日常，我是刘教练。今天这堂课的主题是 S 型曲线进退。在开始讲解前，要先排除大家对 S 型的迷思，因为教练常常被问，外面根本就没有 S 型弯道，为什么要练这个？在这里，我们要先知道一个观念 ：S 型是训练基本的左右弯前进后退。我们不是为了这个关卡去训练，是为了训练转弯而练习关卡。所以 S 型弯道的技巧非常重要，也会在后面倒车入库与路边停车的技巧上打下基础，且环环相扣。请各位务必把影片看完并熟悉观念。S 型毕竟是考照的魔王大关，训练过程相对繁琐，需要了解的观念很多。开始前要先了解基本的训练流程与重点，只要漏掉其中一项，就会延伸出很多问题哦。S 型是基本功熟悉后，进阶训练流程的第一阶段，也是考试流程的第一道关卡。在开始练习前，我们要先有个前提：驾训班为了效率与安全，教练教的东西大部分是反直觉的，就像在这里打几圈，那里打几圈这样。有些人会越开越混乱，被骂紧张后思维更混乱的恶性循环。说难听一点，就是一些应付考试的偏方，不符合真正开车的思维逻辑。有机会再跟大家分享，这里就不先超展开。希望借由这个影片，带领大家破除这些迷思，只要有正确的学习观念与步骤，就能在安全又有效率的学习环境下，打破刻板印象，成为一个合格的驾驶。先针对考试关卡分析，练习前要先有基本的思路。S 型弯道的考试路线，两边等宽的间距大约在30公分左右，所以在练习时，宽度要尽量维持30公分。练习策略上，尽量采取可视范围尽量靠近又不压线的策略。只要顾好视线范围内的距离，就不用担心视线范围外的，因为看得到的视角越窄，看不到的视角就越宽。练习前有分2个阶段，第一阶段练习要打基础，右转弯直接将头伸出窗外，将注意力放在前轮与边线的距离，保持30公分距离来修正方向。这样做的目的是要对修正方向盘有初步的认识。右转弯结束后，跟着线回正，左转弯则是将注意力放在路面上，并同时观察左侧后视镜，要观察镜子中后轮与边线的距离来修正方向，宽度一样维持30公分。这时候要注意，在视觉焦点的比例上，7成观察路面，3成观察后轮，后视镜的观察重心太多，很容易发生车祸的。最后，直线则将注意力放在周围的边线上，要先预判好直行的方位。这时，感受车子在移动时偏移的方向，在车子与直行方位平行的同时，左偏就右转，右偏就左转，做反向修正的动作，让车子回正直走。这里要注意，轮胎一定要回正，因为前进完成后马上要倒车，没有回正倒车时，车子转弯会影响判断。如果不知道有没有回正，可将头伸出窗外，看得到轮胎角，表示轮胎没有回正，将多出来的轮胎角转进去即可。这个阶段可以直观的观察距离变化，体会如何修正方向盘。这样的训练方式安全性低，上手快，考试用这方式出错率低，适合完全没有经验的人在空地练习。只要动力控制够稳，基本不会出错。熟悉这样的方式后，可以尝试进阶第2阶段训练方式，观看前方，感受斜对角距离。右转弯要感受左前轮与右后轮，左转弯要感受右前轮与左后轮。不管左弯或右弯，因为前方视角相较于后方更清晰。在感受上，要尽量控制车头在不压线的
前提外抛。这个训练方式安全性高，上手慢，是符合真正开车的最终阶段。只是要对车子本身非常熟悉，对车子不熟的话，死角很容易撞到。考试用这个方式开，失误率也非常高，因为考试时人会紧张，适合在打好基础、有教练监督的状态下练习。因为死角多，出错率高，就算从头到尾都压线，驾驶未必会发现。解说前要先知道，在不同的考试场地，弯道方向都是不同的，所以只要记住2个重点原则。第一，倒车看内弯，弯道一定都要看内侧，因为内侧才看得到边线的走向，外侧会被车身切掉线。第二，后轮贴边线，要控制车后轮贴紧边线，因为倒车是由前轮来控制后轮的转向，所以在倒车时，车后轮为转弯中心点，左转要看左后轮，右转要看右后轮，要感受轮胎与边线的距离来修正方向。基本观念理解完了，接下来是 S 型倒车演练。实际操作时要注意几个行前步骤：后视镜调整，为了练习转弯技巧，如果后视镜太小，记得先向下调整，目的是要观察得到后轮与边线的距离。再来是要注意后轮的位置，大部分的镜子在下调到底后，左侧后轮大约在前车门把手下面一点，右侧后轮大约在镜子的下侧边缘。调整完后，准备进入第一个弯，控制左后轮，也就是车门把手位置，贴紧边线，保持30公分距离，跟着边线左转弯。越近，表示左边转太多，方向盘要向右放一些；越远，表示左转不够，方向盘要向左补一些。第一个弯道行驶约一半，准备衔接第2个弯道前，要开始注意第2个弯道的内弯边线位置，在车身与边线30公分的距离时，及时回正让车子直行。这里要注意，2个弯的连接过程是直走的。刚刚已经在适合的距离回正了，接下来要直线退后到后轮对齐第2个弯的入弯点，入弯点为边线与车身距离最近的点，将后轮对齐入弯点即完成第2个弯的连接。控制右后轮，也就是后视镜边缘位置，紧贴边线，保持30公分距离，跟着边线右转弯。越近表示右转弯太多，方向盘要向左放一些；越远表示右转弯不够，方向盘要向右补一些。在针对直线回正的部分，考试时出错率极高，所以这边会针对直线回正整理出3大重点技巧，请特别注意啊！在直线倒车回正前，一定要先了解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，因为我们平常看到的视角都是3D 透视的，不是2D 平面的，平行线都会是梯形的，一样大的东西离我们越远会越小，平行线越远看起来越窄，所以倒车时回正的角度怎么抓非常关键，这也是大家面临训练到要考试了，依然会有人 S 型撞到安全岛的原因。前面我们理解的发生的原因，而实际演练主要有分3种修正技巧，我们要配合不同的环境穿插使用。当四周没有车格线可以做参考时，我们要观察整体环境，寻找周围可能是直线的物体，可以是旁边的一台车、墙壁，甚至是花圃，都可以是参考的依据。要体会车子偏移的角度，在平行那一刹那时回正轮胎。因为前面提到平行线会变形，角度不好判断，所以当2侧都有边线参考时，要同时观察左、右2侧后视镜，取2侧梯形的平均值，在梯形角度对称时回正。讲到这里要特别注意了，这是 S 型最容易撞安全岛的原因，没有之一。当只有一侧有边线参考时，镜中角度要梯形，车子才与边线平行。问题就在于，在经验不足的条件下，很多人会让角度看起来平行，所以教练这边建议的判断方式是看边线末端与车子的距离，因为前面提到边线在我们视角看起来越远越窄，所以我们直接观察最远的位置就好。不管一开始宽度如何，只要末端有宽度，并且宽度差不多30公分时回正，倒车出来的角度一定都会很好修正。虽然前面说了很多，但都只是在解释原理，实际上 S 倒车并没有很复杂。这边
刚开始呢，起步之前记得打方向灯，左右查看，向右查看，确定看完才可以走哦。这边进完前呢，还要再左右查看600都32分哦。前轮呢跟管线呢保持20-30公分。后轮过线停下来就可以准备动作了。前面白色线不可以超过32分哦。左右查看，向右查看，来镜头看到车子跟管线有没有？有没有？好，来，我们的左后轮呢跟管线之间保持20-30公分哦，顺着管线走，管线出来回正，分开车的线走。好，方向灯跳跳补打。好，推后到平行，回正停。这样子会没？会。左转靠左，右转靠右，前进跟后退的左右方向其实是一样的，但为什么还是很多人会搞混左右？是因为车头偏移的方向会颠倒，左转车头偏右，右转车头偏左。所以当我们开始搞混时，停下来冷静思考一下，观察一下车子该走的方向，再继续行驶。倒车如果角度真的不小心夹死，需要修正，要先知道 S 型向前修正一次8分，连续扣分。既然要扣分，那就扣一次就好。而向前修正的目的是要让后轮与内弯边线调为30公分距离。这边大家最常出的状况是，不知道自己向前修正的目的是什么，以为只要向前开一段就好，结果后轮根本还没贴回内侧边线就开始往后退，有修跟没修结果一样。如果真的不知道的话，建议直接开到直线的地方，而直线有2个区域，第一个弯出状况就开到底，第二个弯出状况就开到中间。这个问题通常发生在有上路经验的学员，一下看左，一下看右，一下看左，一下又看右。在外面开车的确要养成随时观察四周的习惯，但反而这样的习惯会让我们分心，让人一直有靠近外侧边线的习惯，而没办法专心把内侧距离顾好。这是刚练习最容易出错的问题。当过多的专注力都放在修正距离时，左右弯出现时机点就很容易忘记，导致大家第一个弯都开得很好，然后 A few moments later 就没有然后。连接下一个弯时，回正的时机很重要，要做到标准30公分宽回正。车上看大约是1只大拇指的宽度，不是大拇指就是一定是大拇指啦。太早回正或是太慢回正，会造成车与边线交叠或是太远的问题。这时要注意，直走的过程也是可以调整宽度的，要尽量把宽度补救回来。
虽然前面已经详细的解释过一次，但还是很多人会开到忘记自己在干嘛。概念其实很简单，不管是左转还是右转，就是去感受何时入弯可以让后轮贴紧边线，保持看得到安全岛又不压线的距离转弯。一般我们在判断轮胎有没有回正的标准动作，是在车子移动时感受车子偏移的方向来修正。如果没有办法达到立即反应的程度，可以直接将头伸出窗外，观察前轮的角度，寻找哪一个方向可以把轮胎缩回车内。找到方向后，把方向盘回正即可。但是这也要注意一个驾驶观念：头伸出来看有没有回正是新手阶段的用法，最终阶段是要能在移动中回正才算及格哦。初期对方向盘还很陌生的状态下，很常遇到有人狂转方向盘，会造成这问题的主要原因，一方面是心里没有习惯这个车速，一方面是对方向盘的角度还很陌生，导致心里急着要控制方向盘。这时只要稳住车速，那个心急的感觉就会马上消失了。在教练多年的考试经验中，前进时不把头伸出窗外看边线的失误率至少30%。特别是考试的时候，因为这样第一关就重考的人不计其数，所以要注意我前面说的 S 型前进的第2阶段训练方式，是建议在对车子熟悉且不会因为考试而紧张的条件下。为了各位的驾照啊，教练这边还是会建议考试时右转弯将你的头直接伸出窗外，直接观察距离。这个通常是心态问题，车速快，方向盘就要跟得快。很多人会为了耍帅开快结果压线，转弯要先求转得过，再求转得快，速度要先慢，反应时间才会多。想快开车，手又跟不上，注定要填海啊！切记啊，不要算方向盘圈数啊，人是死的，车子是活的。我是说，人是活的，规则是死的。S 型的3个弯方向盘都不会搭到底，实线路段也不一定只有直走，要时刻根据宽度做调整。入弯时机也会依据宽度提早转或延后转，太宽要提早转，太近要延后转。很多人在倒车时发现左边车头压线，为了避免压线，就把方向盘向左边拉，造成压线的问题更严重。为什么会更严重？是因为前面提到的左转靠左，右转靠右。当车子已经很靠近左边了，再向左边拉，就会更靠近左边，恶性循环。像这样的情况发生，我们要先知道，考试时倒车压线不扣分，往前修正扣8分，撞到安全岛扣32分。如果车头只压到线，不会撞到安全岛，那就一定要坚持转到底，把内侧宽度救回来。真的会撞到才往前修。这个是最常闹乌龙的问题啊！有时候遇到有人怎么开都开不好，甚至没有规律的一天好一天不好，每次出的状况都还不一样，所有问题都解释过一遍了，还是听不懂。最后发现是镜子角度不对，看的东西不一样，在鸡同鸭讲。我们要知道调整镜子的目的是要观察后轮与边线的距离，角度过高会看不到地上的线，角度太外侧无法判断后轮与线的距离，所以记得要看得到车身一点点，同时观察得到后轮。教练在教这个关卡最常被问到的问题就是怎么办？我觉得我都学不会 ，S 型真的好难哦。为什么他都感觉开得很好，我就开那么烂？S 型练习过程是很煎熬的，没有人可以一步登天，其中信心建立是非常重要，也是被部分教练忽略的训练流程。毕竟 S 型是所有项目中的魔王大关，撇除掉教练额外施压、责骂的因素，训练过程中我们依然遇到很多人没信心，想放弃。但就是这样的心态，才会导致车子一直学不好。俗话说得好啊，痛苦是比较出来的，有比较有伤害。教练这边就来分享一下历年来的教学经验来伤害各位。大家平均学会 S 型倒车普遍要3到5天才会体会得到感觉，也就是说在倒车时前面3天大脑都会处在一个宕机状态，不知道自己在开什么，教练怎么说怎么做，出状况也不知道怎么修正，而且这是每一个人都共同有的状态，没有例外，只要能撑得过就是你的了，所以各位一定要撑住啊。
这期 S 型教学就到这里结束。如果有任何疑问或想看我拍什么主题，都欢迎在下方留言，我会尽可能回复。谢谢各位收看，我们教练场见。好，这边的话呢，前轮不可以压电管哦，压电管32分哦。可以的，镜头飞掉。我真的晕了。